嗨，大家好，嘟嘟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彼得舅舅，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频道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做斑斓燕菜月饼，做法简单又好吃。趁着中秋节来临，我们一起做起来，刚好可以应节。燕菜精2包，共24克。锅子里倒入清水660毫升，1/4小匙盐，这能解腻。150克白糖。接着是燕菜精10克，再稍微拌一拌。炉开中火，将锅里食材煮开，煮至水微微开，起小泡后，200毫升椰奶1包，先取出140毫升倒入，剩余60毫升保留，后面会用到。继续搅拌，水一开马上熄火，再将煮开的椰奶燕菜倒入一个耐高温的模具内。再将表面的气泡勺去，然后静置一旁，待燕菜凝固。这是凝固变硬后的椰奶燕菜，舅舅先用刀子切成条状。备好一个这样的爆丝器，再将椰奶燕菜爆成粗丝。将爆好后的椰奶燕菜盖好，搁置一旁备用。第一步骤完成，我们开始第二步骤。600毫升清水，150克白糖，1/4小匙盐，10克燕菜精，拌匀后，一样中火煮开。煮开后，再倒入预先备好的斑斓汁200毫升，这斑斓汁可用3片斑斓叶，加250毫升清水搅细后，过滤去渣。斑斓燕菜一煮开，立马离火，趁热先勺一点入燕菜膜内，再加入一点预先备好的椰奶燕菜。就这样，斑斓燕菜与椰奶燕菜交叠加入，再次勺入椰奶燕菜。燕菜模具保留最后半公分空间。今天这燕菜可完成这样的月饼模4个，最终月饼成品共16个。舅舅只有2个月饼模具，那怎么办呢？没问题的，只要将剩余的斑斓燕菜倒入个大模具内，再将剩下椰奶燕菜一并加入，问题就解决了。静置一旁，让燕菜冷却。第二步骤也完成了，锅里倒入360毫升清水，30克白糖，4克燕菜精，一样拌匀煮开。水开后，再加入剩下的椰奶60毫升，煮至锅边起泡即可离火。趁模具内的燕菜已经不沾手，一点凝固时，再将最后备好的椰奶燕菜轻轻倒入，避免产生气泡。最后再将凝固后的斑斓燕菜放入冰箱冷藏2至3个小时，这样口感更佳。将冷藏后的燕菜取出，倒扣在盘上，只要在模具底部轻轻一按，燕菜月饼将会自行脱模，很漂亮呢。是的，这模具够高，所以特别好看。切一个给大家看看，斑斓燕菜月饼很清香，而且不甜。跟着做的朋友就不要再减糖量了。但这也太好吃了啦！是的，趁着中秋节做一些尝尝吧。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！月圆人圆。大家好。嘟嘟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彼得舅舅，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频道。今天我们来做个香兰椰奶燕菜糕，它很好吃，而且清香又解暑。我们一起来试试吧。那就开始吧。好的，首先备好1包10克重无色燕菜粉
将6片香兰叶剪细，放入搅拌器内，加入120毫升清水，搅出香兰汁。锅里去渣，锅内倒入800毫升清水，再加入170克白砂糖，将预先备好的燕菜粉倒入，拌匀。拌匀后，再将炉火启动，中火煮开。碗里敲入1个鸡蛋，200毫升椰奶，再将沥出的100毫升香兰汁倒入。接着再拌一拌匀，这时候锅子内的燕菜也煮开了，再将拌匀后的椰奶香兰汁混合物过筛加入。继续拌一拌，再将炉火调高，将燕菜煮至沸腾。记得要煮至像视频中一样涨起。燕菜一沸腾涨起后，立刻离火，千万不要过度烹煮，这样降温凝固后的燕菜糕才会保有弹性，口感上不会偏硬。离火后再继续稍作搅拌，将鸡蛋拌开，然后适量勺入模具内，让燕菜糕在室温下自行降温凝固。今天这模具体积较小，约半小时左右就会凝固。剩余的都倒入大碗中。在燕菜糕未凝固前，记得将表面的小气泡用根牙签戳破，这样做成品表面就会光滑。凝固后盖好，再放入冰箱冷藏，冷藏个2小时左右就能享用了。成品会自行分成2层，好漂亮哦，看了就好想吃。是的，无论是色泽或造型上都很诱人。
好香，好好吃。对，香兰叶加上椰奶的香气，真的叫人很难抗拒。如果刚好您也喜欢，就请试试看吧，肯定不会让人失望。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请帮忙分享给您的朋友们吧。是的，感谢大家陪伴，我们下一支视频再见。